好，这个大家都没走啊，我刚想说欢迎回来啊，感觉不用说。然后我们下一个舞台环节呢也到点了，那么我们就正式开始吧。之前其实我们也在官方网站、微博，然后包括 B 站上也发过预告了。我们邀请到了师傅的武术指导本杰明师傅来到我们核聚变的现场。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邀请本杰明师傅登台。欢迎本杰明师傅。您请。这个之前呀，在师傅这个游戏刚卖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的朋友非常惊叹说，哎呀，这个游戏还原白眉拳的这一套动作，然后包括其实它整个这个武打的演出都非常的到位。对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整个的武术指导是由本杰明师傅负责的。是。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本杰明师傅来到现场呢，和大家进行一个小的交流。其实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小问题，在现场会问一问本杰明师傅，看看他这个在游戏创作，然后包括可能对我们中国武术的一些理解上是怎么样的。还是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对，有请本杰明师傅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啊。大家好。之前沟通过啊。对，各位一定很好奇，说这个一位国际友人来了，为什么没有翻译在现场？是因为本杰明师傅是可以说非常流利的中文的。对，所以今天我们全程都拿中文交流就好。这场访谈是不需要翻译的。跟大家掌声再鼓励一下本杰明师傅。还用中文给我们交流一下。不过我们俩说话可能会慢一点慢点说。对，尽量的让本杰明师傅能听清吧。好的，没问题。那我们先请师傅就坐。对，来，请您坐在这儿。咱俩也坐呗。好嘞。昨天我们见了一次面。对的。但是感觉很匆忙。是。因为师傅要去佛山。是。去见一下他的师傅。对，本杰明师傅回去见了见师傅。您这趟佛山之旅感觉怎么样？就有4年没去过佛山，所以很感动了我。看我的师傅。有微信。对，我们吃了那个焖鹅，吃的还不错啊。还有肠粉。肠粉我也爱吃。那您有给你师傅看过你做的这个游戏的内容吗？看过了。他有什么意见吗？师傅有微信，他知道我要做这个游戏，所以我每个东西每个建议我做，我就告诉他，如果行不行，如果他需不需要这样的。因为真的我尊重他，还有这个是我们的关系，所以他觉得要做。所以我做这个游戏以后，现在世界上，大家知道白眉拳，大家知道这个师傅的武打动作，所以他觉得，很好，有意义。师傅很支持你是吗？是啊。因为后来其实我们也看过相关的，就是您的师傅对这个游戏里一些动作的点评，就是感觉他内心应该也挺开心、挺自豪的。是。他第一次他一件无所谓，因为他是以前的，他的思维就跟我们不一样。有名气没有名气就无所谓的感觉。但是现在没有很多人练这样的武术，这样的功夫，所以他觉得可能用这些游戏、这些电影，然后可能有多一点练功的人。明白，能多弘扬一点白眉拳的文化，因为等于新的一批年轻人，他并不是以传统的门路来了解白眉拳的，可能是通过电影，通过电视上的一些媒体内容，甚至是通过电子游戏来了解到了这一个门派。是的。那你的同门的师兄弟有什么看法吗？就是你把他们的这个功夫做成了游戏这件事。师兄弟就太开心啊。是吗？他们有玩吗？有。他们觉得很好，很好玩，很好玩，太难了。是，游戏对于这个很多的玩家来说，也是需要一点点的门槛，得多练习，就像真的练功夫一样。是啊。对。是，就有点功夫的感觉。其实我们知道您很年轻的时候，14岁就和您的父亲来过中国。
哦，然后当时也是第一次就了解到了中国的功夫，然后还有相关的这些功夫文化。那么您最初是怎么着就迷上这个中国功夫了？以及为什么您是选择的白眉拳，然后一直练了这么久啊？哦，这个是有一点复杂，所以对我父亲，带我过去中国，我14岁的时候，1998年的时候，他带我去少林寺，但是我的想法就是要做那个真功夫，就是打架的那种，实战派，不是那个拍纪录片的那一种，所以我以后我父亲就告诉我回到法国的时候，他说你要学普通话，学中国文化，然后可能慢慢来，会找一找真正师傅，就是我就这样做的，然后我去很多城市，在法国，在中国，回来了中国就找一找，就找到这个白眉拳，我觉得这个白眉拳真的很厉害，就这样，然后就决定了，感觉其实中间应该也筛选过，然后最后才决定来学白眉拳，然后一学就一下就这么多年就过去了。是啊，就是那个思维，功夫的思维就很重要。如果你因为有很多不一样的功夫、武术、门派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白眉拳和我的想法就差不多，比较契合。对，我小时候想功夫怎么样，就是白眉拳的。是，是。您刚才也提到说，就是从接触功夫、学功夫时候就想学偏实战的这样的武术嘛？那您学拳这么多年，有没有一些故事，就是真的学的功夫有用到，保护自己或者保护别人啊，使用到这样功夫的这个时刻有吗？震慑别人有吗？肯定有，但不能说是吗？不能说。游戏刚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师傅这款游戏刚一开篇的时候，有一段是非常像这个传统港片一样的那一段演出。其实它也是致敬《蛇形刁手》那部电影的一个片段，包括您自己其实也拍摄过一个，对吧？红色为底，然后您在那儿打拳的这个，您是不是港片的这功夫迷啊？港片的这就是香港的这个功夫片的影迷啊。就是袁和平的电影还有成龙的电影，看了很多是吧？看了很多，但是这一个我觉得这个就是 Slow Club 的想法，要做这样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好像就是我们背负袁和平还有成龙，就是对，很有意义，一种使命感啊，是文化的传承。对，通过游戏又还原了一段自己当年特别喜欢的一种老的媒介。而且这个话从一句就是我们国外的友人的嘴里说出来，感觉格外的感动啊！他帮我们在传承我们的文化。还有呢，有一个就是那个成龙，他做一个采访说，他哭了，他说现在没有。年轻人学武术，对，所以他哭了，觉得真的就是浪费的这样好的这个记忆和文化。所以我要如果有机会就要说大哥成龙，我在这里啊。那下回您再来喝一杯，我们把成龙叫来。是啊。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可能和游戏这个关系更密切一点，就是游戏每一关都有 BOSS 战嘛。然后其实每一个 BOSS 他多多少少都会接触一些兵器，比如说第2关肖恩他用的是长棍，对吧？就是如果说这些 BOSS 他们的兵器放到实战以及投射到现实中，以这个比如说游戏中男主角的身份去实战对抗的话，您觉得谁会最难缠，谁最不好打？很难说，我觉得最厉害是杨。有师兄有兵器没有兵器，就他是最厉害的。原因呢？因为是师兄。就是对，都是一样的，最厉害的。别的就
又漂亮一点。明白，就像一个电影里说的啊，一个师傅教的破不了招啊。你就看过这一个片子是吗？差不多吧，我都看出来了。行，那最后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听说说练武这个事情呢，首先是基本功啊，那我们也很好奇，就是白眉拳这个门派啊，有哪些就是特殊的、很基础的这种训练的方式？基本功。最重要就是基本功。最重要就是要打几个动作，每天就打，好像打拳，打这样的拳，是每个星期2次。如果你要有水平，就要每天练。就是最难就是这一点，因为一个星期2次，一个星期2个小时，一个星期3个小时，就没有苦练的感觉。没有苦练的感觉。对，苦练是很重要。你苦练的话，慢慢就有水平，肯定。因为有很多人，他们会进了，太难。对，就放弃了。师傅领进门，修行还得看个人，自己还得天天修行。对，得苦练，得苦练啊。那既然我们说到了练功这个话题，我们就这师傅来一趟不容易嘛，还是想跟他学2招，是不是？我现场的朋友也想学2招啊。那我们呢准备了一些这个本杰明师傅制作的这样的视频短片，然后我们通过这个短片一边看这个片子，然后一边我们请师傅再给我们讲解一下。好啊，这些一些训练的或者是招式的这些东西，咱也练练啊，我们也学啊。好，那咱们看第一个。我们请导播老师放一下这个视频。好的。看真人感觉那种力量感比游戏呈现的更到位一些，是非常有力量感。小臂贼粗。刚才这段演示呢就是游戏里有一段嘛，然后师傅也是他就是结合两边战功展示，然后之前他也有提到中间有一个算是招数叫做闪电手说这是在白眉拳里很重要的一个东西。请师傅再给我们讲讲什么叫闪电手。不好意思，我不明白，再来。就是您刚开始演示的这些动作里边，有没有一些非常 iconic 的一些招式，以及他们有名字吗？每个动作都有名字，但是我们的这么练就是最重要就是流利，对，不是一个动作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就是要打很多次，你不知道你会碰到那个人，所以一个动作一打就不行，就是我打三个锤，就肯定有一个就会碰到你。
那像这种白眉拳，您在练的时候，他们有多少那叫什么？就比如说太极拳有24式、48式，这个白眉拳这种有多少个招式？您能记得住吗？哦，就是有套路啊，对，有10多个。哦，但是套路就是不是小孩子练的，但是就是刚开始的你。这样记的每个动作有这么动作，这么保护自己，还有那个士兵嘛，上交嘛这些，最重要就有自然，自然，对自然，然后自然以后你就要有这个力量的感觉，打拳的时候要有力量。您觉得速度啊？哦，您觉得哪一个招式最能体现出白眉拳的力量感？特点，就是看着最有力量的。最有力量就是这样的吹，用掌根是吗？就是小臂。对。哦。是这里啊。哦。这姜。哦。就是用姜里啊。哦，用掌一样啊。这个不是。你不是1件2件练就有，很难，对，得有慧根，有感觉啊，啊，得自己去找那种力量，是吧？是啊，哦，感觉到有风了，是，呼一下，对，就是我们在边上是能听到那个，对，那一下，要看下一个吗？对，我们还有下一个这个好啊。这是游戏里一段就是1对1打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我们可以在练习模式里多学习一些招式。是。对。就是在游戏里本身呀，也是随着我们去过关，才能学会更多的招式啊。然后比如说迎接对方的一些进攻，我们会化解，比如说把对方踢倒或者把他踹远。对于一些套路，有没有一些对于新手来说更好学的一些招式，或者您刚开始学的时候，首先学的是哪一些套路？那个每个人就不一样，所以我们白眉拳教拳的话，就是看人就觉得可能他会明白了这个套路最快。因为你要让他很快进步，这样的，但是很难说他会不会，因为你不知道一个人会苦练还是这个你
啊，它有功夫的材料，你就不知道，所以不知道是不是那块料。对，用时间就知道。有人你觉得他们可能没有这个材料，但是过一段时间，过一年就觉得他们真的有用这个信念功。别的人可能有用力量，但是30分钟以后就不亮了。对。没有不用这个心，所以对，很难说的。但是最重要就是流利。我们刚开始的有一个动作就是放中锤，在这里。打别人的脖子是吗？就是放中锤，马上就有那个奖在这里。这个就是我们的，比如说你打我，摆美拳的想法，不要打你啊。对，你怎么打？比如说别真打啊，慢慢来，就是这样，然后这样，就是对。如果我打这里，然后打这里，就这样的流利。一个动作，但是好像有2个，但是1秒钟。在游戏里，我经常用的是把人绊倒。对。这个动作就我们可以看在我躲远点。对，这种勾是吗？对。那这个呢？游戏里还有一个，就踹别人的这个位置。对，把他踹走1、2，就这样。都是连贯的是吧？是啊，就是拍断你的，不是拍断，但是让你摔下去。这样重心靠后坐下去。对。就不演示了啊！我这今天什么防具都没带啊。看了我一眼，吓我一跳啊！还是我来吧，肉多。还有一段吗？还有最后一段视频。最后一段比较长，咱们可以先放一部分看一看啊。先看一下。OK 吗？可以吗？这一段展示的就是这个一个打多个敌人的这样的情况，打3个游戏里也经常会有这种场景。对，师傅一个人打好多的敌人所以当我们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像您练拳的时候，有专门就是练习过，就是或者您会教自己的徒弟对怎么面对这种多个敌人的时候，就是你问我，就是我会教我的徒弟怎么打3个人在一起，对怎么教这一点就是大家就是你会不会，我不太好说出来，不能教你，就是我现在教你功夫，教你怎么动，怎么动手，但是你在外面的时候，出武馆的时候，你是哪一个人？明白。我就不知道。本杰明师傅说的是，从武馆走出去了，你是欺负人的那个，还是要保护自己的那个？那说不好。所以要对徒弟负责，也要对自己
的门派负责？好像母亲爱你啊。你不能随便教。你很好，我的小孩很好，但是他真的不知道他的小孩在中学校怎么样。对，差不多一样的，所以每个人的都不一样。还有一个就是教一个人会说英文，会说中文，他要去中国嘛，你要回大家你就要大家。这么不是一个人会教你。明白啊。但反正在游戏里，它是用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来化解一些这个困境嘛，但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复杂的。就是游戏的作用嘛，它可以就是代替现实中一些让你发挥想象空间一些情景啊。对啊。光咱俩聊了。行啊。那现场观众就这么看着嘛。所以这次呢，本建明师傅其实带了一些小的礼品给我们现场的这个观众。是。那我们也用这种摇币抽奖的方式，把这些礼品送出去，好吧？我们是这样，也请现场的观众跟本杰明师傅聊一聊，没准他们有一些问题，想问问题，然后抽中的这位朋友，那也行啊。本杰明师傅会回答你的问题，然后与此同时会送给你一份他自己准备的小礼品，好吧？我们用举手的方式还是摇币的方式？举手啊！举手吧。好，那么有想提问的朋友们可以举手，然后本杰明师傅来指定到底是谁来提问，好吧？您来说，谁想？这一位是吧？好。麻烦您说话可能稍微慢一点啊，这样保证我们也听得清啊。好的，我先试试，你们听得清吗？听得清。OK， 来吧啊。我想问一下这个，让我想想应该怎么说。您知道您的师傅的家乡方言吗？不是，家乡怎么？就佛山话吗？对，这也就是粤语，最近搞的就才粤配。所以我想问的是，是否考虑你指导过的游戏都要求去出粤配呢？比如让你的师傅啊、师兄弟啊玩的时候会顺心一些，听起来会好很多，要不要？是否？我想说，您听懂了吗？是不是可能没听太懂？因为那个佛山是讲广东话的嘛，对。那他的意思是说，因为这次的这个师傅这个游戏是后来出了这个广东话的配音的版本的嘛，那就是他想问你以后再做游戏的话，会不会每个游戏也都有这个广东话配音的，或者就是功夫题材的这种，会不会考虑啊？我不是 Slow Club 对，这一间就是 Slow Club 会是告诉你，我就是那个这个游戏的武术指导，就是这个游戏的发行商来决定可能配音工作相关的一些东西，而不是本杰明师傅作为武术指导他能参与的工作部分谢谢你，谢谢。然后这位朋友待会儿也留步一下，本杰明师傅会送给你一个小礼品，然后下一位是哪位？那位黑色衣服棕色衣服的，对。听得清吗？你好。可以。就是白眉拳是一个现实中的很真实的动作素材。那我们转移到游戏当中的时候，我们的设计思路是完全复刻现实中的动作设计，还是说其实有做一些游戏化的演绎的处理呢？如果你告诉我说我回答对了还是怎么样？但是这个百眉圈和游戏就不一样，所以我的动作在这个游戏现在人说都是百眉圈的动作，因为我是百眉圈的机制，但是我自己考虑，这样好看，这样不好看，这样好用，这样可能游戏里面就不清楚啊。百眉圈就是一个动作，就如果可以打一次就有一个人摔下去，倒下，这是最厉害的。但是游戏你玩游戏的时候就不好玩。所以好像刚才有那个游戏的主人公的，他打3个人，有几个动作，他给他的背，他好像我跟你打，但是我的背在这里，这样你不需要，
所以，但是如果那个主人公太厉害，就没意义的。明白。我们要那个玩家有好玩的体验，对要有挑战性啊，还要好玩嘛。对，我理解本杰明师傅的意思，应该是说可能击倒效率就是在实战中，白眉拳要求击倒效率更高，一拳就能打倒敌人。他们讲的是一招就要对，就是尽可能一招制敌。但是游戏里你要这样的话，就缺少游戏体验，对，不好看不好玩。所以要有连续技，对，要有血条。对，所以就是可能在游戏中有一些别的演绎，而不是说完完全全的像真实武术那样是击倒结束，击倒结束。哎，是啊。我们再选一位朋友。好，谢谢啊，谢谢。您可以再找下一位朋友。就你啊。花衬衫这位是吗？还是拿扇子的那位？哪位？那个绿色的。绿色的哦，对，绿色外套这位朋友啊。我是这样的，我想问，喂，能听到吧？好的。我想问一下本杰明老师，就是说，咱们就是做这个动作设计的时候，咱们在游戏中有没有对那个角色的步伐有所考虑？就是我走位，就是两个人互相拆招的时候，他的步伐之间啊。给我看你做的你的动作。步伐啊，他让你步伐我明白，但是他想看一下你的动作。我只是示意一下，咱们就是在游戏动作设计中，就是咱们有没有你说的时候麦不要拿远，就对步伐的那个走位这方面的东西有没有相关的考虑？来，这个就是 Slow Club 的游戏机制，他们这样想，我也帮助他们这一点，但是他们有这个想法，就是可以打这里啊，就是往前打，还有后面打，所以他们告诉我这个机制就是这样，好像你打X 就是前但是如果你要打后面就不能这样，就打中腿。所以我告诉他们，可能打并腿，你打 X 就是，然后就有有力一点的动作。就是我的想法有不一样。往后就不一样的动作。不同的方向，招式不一样。对，但是这个想法就是游戏的机制。往前，然后腿部的倒退，后退是吧？对，后退这个是他们的想法啊。我明白那意思，就是比如说被夹击的时候，我拉后，应该是人向后转还是面向前后退？然后包括可能组合起来的话，招式呈现出来也不一样。这就跟格斗游戏只能1对1，如果是两边夹击，你推右到底是往前还是转身呢？本杰明师傅就是把这些招式的使用的方式、动作告诉他们。对。那实际上在游戏中，针对你的操作，然后如何去触发这个动作，要开发团队有游戏机制的一个东西啊。好，谢谢这位朋友。谢谢这位朋友。叫一位，我们还有2次机会啊，很难。您可以再叫一个。我叫一位是吗？你叫一个。叫一个那个蓝色 T 恤的这位朋友，戴眼镜的。哎，对。好，本杰明师傅你好，可以听到吗？可以。你好，是这样，我也觉得就是您所指导的这个游戏啊，它一方面很受大家欢迎，同时它对于就是在我们普通的玩家看来，也是很好的还原了我们一个武术的精神和武术的这个动作。那在您看来，在这个师傅当中，他所体现的武术的精神，您是怎么去看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有一个武德的结局，包括有复仇的结局，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在里面。那您觉得除了这些动作的还原之外，在这个方面您是怎么看的？哪些东西我们还可以继续通过这种更新潮的方式去传承下去？谢谢。谢谢这位朋友啊。好专业啊！是。你是什么媒体的？同行的吧？
这一件就是最感动了我，因为介绍功夫就要介绍中国文化、功夫文化，所以这个也是 Slow Club 的想法，我肯定经常告诉他们，要介绍中国文化、功夫文化，但是然后是他们的事，所以我介绍很多动作，好像主人公的动作，我就做200多动作，剪映的动作，也做了50多，有很多动作，但是这些点呢，风水啊，这些点就我觉得很重要，但是武德，现在好像有200万个人练这个是吗？师傅啊，对，所以有200万个人知道武德就是什么，所以这个我很开心，我可以帮忙介绍一下这个功夫文化，这一件觉得武德就是最重要，是因为练功你回到家好像 John Wick，John Wick。谁需要有 John Wick 的生活？谁？是没有，no， 没有一个人。所以你这个游戏就是回到家，你去一个地方打了很多人，但是你的心里面你有什么？你是什么人啊？所以你练功就要学这一点，做人的道理。我觉得说得非常好。对，很直接，然后也能让我们真的能感受到这个意思。虽然说可能不像这个，就咱俩平时聊天的时候用特别多的词藻来堆积出一套概念，但是我们都能明白，都能明白。也谢谢这位朋友提问，我觉得真的谢谢您啊。问得很好。对。那我们再请最后一位朋友。好，龙马选一个。我选一个，那个哎，好，您来。就是这位是吧？第一排的，好。你好，我这边是想问一下本杰明师傅，未来有没有更多的游戏武术指导的一个计划，或者说师傅有没有其他的续作相关的消息什么的？对，比较好奇这个。他想问有没有别的公司已经找您开始做游戏了？是啊，我是啊，现在做那个特技演员，你们知道，Stuntman，就是 Walking Dead， 知道，行尸走肉，不要说，好，他们在法国巴黎就拍，所以我现在干这一个。我做过几个电影这样，但是慢慢就会出来啊。那我们期待回头在别的媒体形式上再见到本杰明师傅啊。用功夫打丧尸啊？是。是些特技镜头了，应该是。应该是啊。行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对，非常感谢本杰明师傅在这一个环节跟我们分享了一些游戏和他对武术的一些感受和认识。然后也非常感谢刚才5位朋友现场的提问，然后刚才那5位朋友，咱们待会儿可以找我们的同事，然后领取由本杰明师傅送给各位的小的纪念品。然后目前这一个环节就先到这儿，明天我们还会邀请本杰明师傅再次上台，再跟大家做一些新的分享。没错，好吧？好，那我们再热烈的掌声感谢一下本杰明师傅今天的分享，好吧？谢谢您。对，那我们就明天再见。明天。好，谢谢您。谢谢您，谢谢。然后我们这一个环节就先到这儿，稍后的话我们稍微休息和调整一下。接下来的环节就是我们会请到张琪老师和我们继续做一个新的分享。好，谢谢本杰明师傅。